番茄不仅美味，更是一座营养宝库，其健康功效深受现代科学研究的支持。以下为您详细解析番茄的营养成分及其多元化的健康功效。一、番茄的核心营养成分。番茄的营养价值主要来自以下几大类化合物：一、维生素。维生素 C， 抗氧化、抗压力，增强免疫力，帮助胶原蛋白生成。维生素 A、贝塔、胡萝卜素，维护视力、皮肤健康和免疫功能。维生素 K， 帮助血液凝固，维持骨骼健康。维生素 B 群、叶酸等，参与能量代谢与细胞生成。二、矿物质镁，参与超过300种酵素反应，支持能量代谢与肌肉功能。钾，帮助调节血压，平衡钠含量，维持体液平衡与神经肌肉功能。外食不是吃太少钾，而是钠长期过量，钾相对不足。钾的角色就是把被钠搞乱的系统拉回平衡，对常外食、口味偏重的人特别重要。外食族的钠一定过量，血液中钠浓度高，身体流水，血容量上升，血压升高。外食族的钾几乎一定不足，外食蔬菜量少，就算有菜，常被烫、泡、滤掉钾，水果常被省略，结果少了排钠的力量，钠钾比例失衡，这才是关键，不是单纯钠多，而是钠高加钾低的组合，最伤血管。钾到底在做什么？基本逻辑上，钾不是降血压药，它是系统平衡器。我们用3个层次来看。肾脏层级，钾是排钠的开关，钾摄取足够时，肾脏会多排钠，多排水；钾不足时，肾脏会流钠，流水。钾够不够，决定你吃进去的钠会不会被排掉。血管层级，钾让血管放松，钾能帮助血管平滑肌放松，血管一放松，阻力下降，血压下降。钠多会让血管收缩加僵硬，钾多会让血管柔软加弹性。细胞层级，钾是钠的对手，细胞内高钾，细胞外高钠，这个比例维持神经传导、心跳节律、肌肉收缩。外食足钠太多，细胞外环境被破坏，系统长期处在紧绷状态。因此，为什么口味偏重的人特别需要钾？他们的行为爱喝汤、卤汁，钠爆表；重口味调味，血管收缩；吃加工食品多，钾低钠高；水喝少，钠更浓。钾帮忙把钠排掉，钾让血管放松，钾拉回比例，钾加水一起排钠。不是你口味重不行，是你口味重，却没给身体反制工具。钾就是那个反制工具。用投资来比喻，把钠想成市场的杠杆，短期爽，长期风险爆表。钾不是让你赚更多，而是帮你降低杠杆后的爆仓几率。外食族每天都在加杠杆，却很少风控，钾就是风控。3、植化素，精华所在。番茄红素，最著名的成分，强大的抗氧化剂，使番茄呈现红色。熟番茄比生番茄含量更高，且脂溶性，与油脂一起食用吸收更好。茄红素 Lycopene 是番茄的灵魂，强抗氧化物，能对抗自由基，减少细胞老化，对心血管、前列腺、皮肤防晒特别有研究支持。特点是加热后反而更好吸收，跟多数蔬菜相反。
贝塔、胡萝卜素，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， 抗氧化，类黄酮，如胡皮素，抗炎、抗过敏，有助心血管健康。4. 其他膳食纤维，促进肠道蠕动，有益肠道健康，帮助控制血糖和血脂。水分含量约 95%， 热量极低，有助补水。2. 主要健康功效，基于上述营养成分，番茄的功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1. 强大的抗氧化与抗发炎作用。番茄红素是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，能有效中和体内自由基，减缓氧化压力，从而降低慢性发炎，这是其大部分健康益处的基础。2. 保护心血管健康，降低坏胆固醇。番茄红素能抑制低密度脂蛋白 LDL 坏胆固醇的氧化，这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关键步骤。调节血压，丰富的钾质有助于排除多余的钠，帮助血管舒张，从而辅助调节血压，改善血管功能。研究显示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。3. 降低特定癌症风险。大量观察性研究指出，摄取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，与前列腺癌、肺癌、胃癌的风险降低有相关性，特别是对于前列腺癌，其保护作用的研究证据最为充分。4. 维护视力与皮肤健康。维生素 A 和贝塔、胡萝卜素是视网膜感光必需的物质，有助预防夜盲症。抗氧化成分能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，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有助延缓皮肤老化。5. 辅助血糖控制与体重管理。低升糖指数 GI 且富含纤维，能增加饱足感，使血糖平稳上升，适合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士。6. 有益大脑健康。抗炎和抗氧化特性可能有助于保护神经细胞，一些研究显示与降低神经退化性疾病，如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有关。3. 食用建议与注意事项。如何吃效果最好？加热与加油。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烹煮，如做成番茄酱、番茄汤，能破坏细胞壁，释放更多番茄红素。同时搭配健康油脂，如橄榄油，可大幅提高吸收率。因此，熟食的营养效益往往高于生食。搭配优质蛋白质，如番茄炒蛋、番茄炖牛腩，都是营养吸收绝佳的组合。需要注意的人群：胃酸过多或胃食道逆流者。番茄酸性较强，可能刺激胃酸分泌，应适量食用。肾功能不全者，番茄钾含量高，需依照医嘱控制摄取量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无脑补钾。以下族群需小心：肾脏病，服用保钾利尿剂；严重心律不整，这些人不能自行补充钾锭，需询问医生。对茄科植物敏感者，极少数人可能对茄科植物番茄、马铃薯、茄子等过敏或不耐受。市售番茄汁的好建议：一次200到250毫升为宜，像一杯分量。钠敏感者，选低钠或无盐版本。想帮助血压、抗氧化，每天喝1杯即可。搭配健康油脂，如橄榄油，一起吃其他菜肴，促进更多抗氧化物吸收，或与蛋白质一起搭早餐，避免空腹刺激胃酸。市售番茄汁是饮食补充品，不是万灵药，可以是优质的蔬菜营养补充，最好选无盐、低钠版本，适量喝比大量喝好。
市售番茄酱什么情况下可以算是好选择？适合用在调味上，但不当主食分量，当做味道强化，搭配料理用，比前调口可更好。低钠或无添加糖版本优先，不建议常常大量吃。当调味料大量用在每天餐点上，若本身要控盐、控糖、管理体重或血压，不建议大量吃。好的番茄酱怎么选？食材简单，只含番茄、天然香料，少许油脂，无人工甜味剂、防腐剂，用量适中，一餐用1到2小勺即可，不要当成主菜。番茄酱不等于新鲜蔬菜，加工过会改变，糖分、钠分、纤维等都增加许多，抗氧化物、茄红素可能仍保留，但在热量比上不如整颗番茄划算。总之，番茄堪称功能性食物，它不仅是日常蔬果，其富含的番茄红素更赋予了它卓越的保健价值。无论是生食的爽脆，还是熟食的浓郁，都能为健康加分。将其纳入均衡饮食中，是保护心血管、抗氧化和促进整体健康的简单而有效的策略。